今天这期节目，我们要聊一个听起来有点搞笑，但实际上非常严肃的问题。这个问题就是，人类什么时候才能不用烧开水来发电？你可能觉得这个问题是在开玩笑，烧开水，我们现在不是已经有太阳能、风能、核能了吗？怎么还在烧开水？但我要告诉你，除了太阳能和风能这两种之外，人类目前几乎所有的发电方式本质上都是在烧开水。烧煤是烧开水，烧天然气是烧开水，烧油是烧开水，核电站还是烧开水。你没有看错，核电站，那个听起来高科技得不得了的东西，它的工作原理就是用核裂变产生的热量把水烧开，用蒸汽推动涡轮机转动，然后发电。核能和煤炭在发电原理上的区别仅仅在于热源不一样，一个是化学反应放热，一个是核裂变放热，但最终都是烧开水推涡轮。这件事在物理学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做热机原理。所有通过热量来做功的机器都叫热机，蒸汽机是热机，内燃机是热机，燃气轮机是热机，核电站的蒸汽轮机也是热机。热机的效率有一个物理上的上限，叫做卡诺效率。1824年，法国物理学家萨迪卡诺证明了一个非常重要的定理。他说，任何热机在高温热源和低温热源之间工作能达到的最高效率，等于1减去低温热源温度除以高温热源温度。这里的温度用绝对温标，也就是开尔文来计算。这个效率叫做卡诺效率，是任何热机效率的理论上限。无论你的工程技术多么完美，都不可能超过这个上限。这不是技术的限制，是热力学第二定律规定的自然界的铁律。我们来算一个具体的数字，一个典型的火力发电站，高温蒸汽大概是600摄氏度，换算成开尔文是873开，低温端大概是环境温度30摄氏度，也就是303开。卡诺效率等于1减去303除以873，大约是65%。但是实际的火力发电站，因为各种不可避免的摩擦、散热、不完全燃烧等损耗，实际效率大概只有40%到45%。核电站因为安全考虑，蒸汽温度比火力电站低一些，实际热效率大概只有33%左右。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你烧掉的燃料里有超过一半的能量是作为废热直接散掉了，没有转化成电。所有的热机，所有的烧开水方案都要受这个卡诺效率的限制，这是不可绕过的。而人类文明要摆脱这个限制，要真正脱离烧开水的模式，需要达到什么程度？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得先聊一聊卡尔达舍夫文明等级这个体系。1964年，苏联天文学家尼古拉·卡尔达舍夫提出了一个用能源使用规模来衡量文明等级的分类方法。他把文明分成3个等级：1级文明能够完全利用所在星球上的全部能源；2级文明能够完全利用所在恒星系的全部能源；3级文明能够完全利用所在星系的全部能源。这个分类后来被很多科学家，包括卡尔·萨根，进行了补充和细化。萨根提出了一个连续的计算方法，根据一个文明使用的能量总功率来算出它在卡尔达舍夫标度上的位置。那我们现在的人类文明处于哪个位置？答案是 0.73 级左右。我们甚至还没有达到1级文明。地球上一年接收到的太阳能总量大约是 1.74 乘以10的17次方瓦，也就是174拍瓦。而2020年全人类一年使用的总能量大概是 1.8 乘以10的13次方瓦，只有地球接收太阳能总量的大约1/1000，所以我们连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都还没有完全利用上，离1级文明还差得很远。那在这个等级体系里，烧开水的问题到底要在哪一级才能解决？这个问题比你想象的要有层次的多，我们一层一层来说。首先是为什么要脱离烧开水？烧开水也就是热机，有3个根本性的问题。第一个是卡诺效率的限制，热机的效率永远不可能达到100%，
总有相当大一部分能量作为废热损失掉。第二个是对燃料的依赖，热机需要燃料，燃料是有限的，化石燃料会耗尽，核燃料铀235的储量也是有限的，而且使用过程中会产生废料和污染。第三个是废热污染，大量的废热散入环境，改变了地球的热平衡，这是全球变暖问题的一部分。虽然和温室气体相比不是最主要的因素，但也是真实存在的问题。那有没有不需要烧开水的发电方式？有，而且现在就有。太阳能光伏发电是直接把光子转化成电子，靠的是光电效应，完全不需要热机，没有卡诺效率限制。风力发电是把空气流动的动能直接转化成电能，也不需要热机。但是这两种能源有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就是不稳定。太阳不是永远在照，风不是永远在吹，而且能量密度很低。要大规模替代热机，需要覆盖巨大面积的太阳能板和风机，以及大容量的储能系统。那未来有没有可能出现既高效又稳定，彻底摆脱燃料的发电方式？有，而且物理上是完全允许的，但难度不一样。我们来说几种。第一种是核聚变。核聚变就是氢弹的原理，把两个氢原子核，比如抗和溴，在极高温度和压力下融合成一个更重的原子核，同时释放出巨大的能量。核聚变和核裂变相比，有几个巨大的优点：燃料丰富，可以从海水里提取，地球上的海水是几乎取之不尽的，岸可以用锂来生产，锂的储量也很丰富。废料少，核聚变的主要产物是氦，是无害的惰性气体，不会产生核裂变那样的高放射性长半衰期废料。安全性高，核聚变反应需要极苛刻的条件才能维持，一旦条件稍有偏离，反应就会停止，不存在像核裂变那样的链式反应失控问题。但是核聚变有一个巨大的工程难题，就是怎么约束那团温度高达1亿摄氏度以上的等离子体。1亿摄氏度是太阳核心温度的好几倍，任何固体材料在1亿摄氏度的面前都是渣，瞬间气化。所以你没有办法用任何容器来装这个等离子体，只能用磁场来约束它。目前最主流的路线叫做托卡马克，就是用一个甜甜圈形状的强磁场来把等离子体箍住，让它在磁场里旋转，不接触任何固体壁面。现在全球最大的托卡马克装置是位于法国的 ITER 国际热核聚变实验堆，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国际科学合作项目之一，有35个国家参与，中国是其中重要的成员。而且中国在这个领域有着相当强的实力，我们自己的托卡马克装置 EAST 在等离子体约束时间上多次创造世界纪录。2022年，中国 EAST 装置创造了等离子体在 1.2 亿摄氏度下稳定运行101秒的世界纪录。2023年又把这个纪录刷到了403秒，这是核聚变研究领域非常重要的里程碑。ITER 计划在2025年完成建造，正式运行之后，预期能实现输出功率是输入功率10倍的 Q 值，也就是 Q 等于10。但是 ETR 本身是一个实验装置，不是发电站。从 ITER 到真正的商业聚变发电站，还有很长的工程路要走。现在很多人预期，核聚变商业发电可能在本世纪下半叶才能真正实现。而且，即使核聚变发电实现了，你猜它怎么发电？还是烧开水。核聚变产生的热量加热氦气或者其他冷却剂，然后推动涡轮机转动，然后发电。所以核聚变从发电原理上说还是一种热机，还是在烧开水，只是热源换成了核聚变，燃料变得几乎无限，废料变得清洁，安全性大幅提升，效率也比核裂变高，但本质上还没有脱离热机的框架。那什么叫真正脱离烧开水？真正脱离是直接把能量转化成电，不经过热这个中间步骤，完全绕过卡诺效率的限制。现在有没有这样的技术苗头？有，而且有几种。第一种叫做磁流体发电，也叫 MHD 发电。你把高温等离子体，也就是带电粒子的气体，
以高速通过一个磁场，根据法拉第电磁感应定律，运动的带电粒子在磁场里会受力，不同符号的电荷受力方向相反，正电荷往一边，负电荷往另一边，这样就在等离子体两侧产生了电位差，也就直接产生了电。磁流体发电不需要涡轮机，不需要机械运动，是等离子体直接发电。从原理上来说，可以比热机效率更高，而且没有运动部件，理论上更耐用。但磁流体发电目前面临的问题是，等离子体对材料的腐蚀和高温下的工程挑战非常大，目前还没有商业化。第二种叫做热电直接转换，比如热电偶，是利用材料两端温度差直接产生电压，原理是塞贝克效应。这个技术已经在使用，旅行者号探测器就是用的放射性同位素热电发生器，把核衰变的热量直接转化成电，但效率很低，大概只有6%到8%。第三种是固态锂离子电池，这条路线不展开，我们来说真正有颠覆性潜力的东西。第四种是直接能量转换，在核聚变领域有一个叫做直接转换的研究方向，针对某些特定的聚变反应，比如氢硼聚变，这种反应产生的不是中子和热量，而是3个高能氦核。氦核是带电粒子，可以直接用电磁场来减速，把动能直接转化成电，不需要经过热的中间步骤。氢硼聚变直接转换的理论效率可以达到70%甚至更高，而且几乎没有中子辐射，废料极少，是核聚变研究里的圣杯方案。但它的技术难度比托卡马克还要高得多，目前基本还在基础研究阶段。好，说了这么多现有技术和近期技术，我们来把视野拉大，回到卡尔达舍夫文明等级，来看看不同等级的文明在能源上是什么图景。我们现在的人类 0.73 级，化石燃料加初步的可再生能源，还在大量烧开水。1级文明能够完全利用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大约是 1.74 乘以10的17次方瓦。要达到1级文明，我们需要把地球接收到的太阳能全部高效地利用起来。这意味着大规模的太阳能发电覆盖大量的沙漠和海洋表面，或者用太空太阳能卫星在太空中收集太阳能，然后通过微波或者激光传输到地面。太空太阳能这个概念是1968年美国工程师彼得·格拉泽提出的，原理很清楚。太空中没有大气层的遮挡，太阳能的强度比地面高40%左右，而且全天24小时不间断，不受天气影响。从物理原理上说，太空太阳能是完全可行的。问题是把装置发射到太空的成本，目前还是高得离谱。但随着火箭发射成本的持续下降，这件事在未来几十年内可能变得经济可行。在1级文明的能源图景里，热机可能还没有完全消失，核聚变也许已经实现，但能源的来源从有限的化石燃料和核燃料变成了几乎无限的太阳能。不管是光伏直接转换还是聚变，人类不再受燃料枯竭的威胁。严格意义上的烧开水在1级文明里可能还存在，但比例会大幅下降。太阳能光伏和核聚变直接转换会成为主流。真正的能源革命是在2级文明。2级文明能够完全利用太阳的全部能量输出，也就是大约3.8乘以10的26次方瓦，这比1级文明高了将近10亿倍。怎么利用太阳的全部能量？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在1960年提出了一个概念，叫做戴森球。戴森球是一个把太阳完全包裹住的巨型结构，可以是一个实心的球壳，也可以是大量的太阳能收集卫星组成的云，把太阳所有的能量输出都拦截下来。戴森球是一个极其宏大的工程，需要把整个太阳系内的行星拆掉，把材料重新组织成包裹太阳的结构。木星那样的气态巨行星都要被拆解，分离出重元素，用来建造戴森球的结构。这听起来像是疯话，但从物理定律上说，没有任何原理禁止这件事，只是工程规模超出人类目前的任何想象。要建造戴森球，你需要的能源本身就是天文数字级别的，因为你要把整个行星的物质提升到太空，拆解重组，
这需要消耗和太阳能量输出接近的能源来驱动。这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需要逐步扩展，用太阳能来建造更多太阳能收集器，再用更多的能源来建造更大的结构，以指数级别扩张。有人估计，从1级文明到2级文明的转变，用最乐观的估计，需要几百到几千年的时间。在2级文明里，烧开水这个热机的概念几乎可以说是彻底消失了。因为在这个量级的能源使用下，你有的是直接的电磁能，太阳光直接转化成电，太阳风的粒子流直接用磁场收集核聚变等离子体直接转化成电，没有任何理由还要经过热机这个低效的中间步骤。而且在2级文明的技术水平下，材料科学、工程技术已经发展到了我们完全无法想象的程度。也许某种超导材料让电的传输零损耗，也许某种全新的物理效应被发现，提供了更直接的能量转换方式。好，那3级文明呢？利用整个星系的能量。3级文明需要跨星系的工程，星系里有1000亿颗恒星，利用整个星系的能量，意味着给每一颗恒星都建一个戴森球，然后把能量跨越几万光年的距离传输。这在我们目前的物理学框架里是需要解决非常根本性的问题的。比如，如何跨越光年级别的距离传输能量，如何在数万年的时间尺度上协调工程项目。3级文明的图景已经完全超出了我们现有科学的预测能力，讨论它，需要我们对物理学的理解有根本性的突破才有意义。回到今天最核心的问题，人类文明要到几级才能脱离烧开水？答案是介于1级和2级之间。在趋向1级文明的过程中，随着核聚变商业化，随着太阳能光伏效率的提升和成本的下降，烧开水会逐渐变成少数派。但只要核聚变还在用热机来发电，就还没有完全脱离。真正意义上彻底脱离烧开水，可能需要核聚变直接转换技术的成熟，需要磁流体发电这类直接转换技术的突破，需要超导储能和传输技术的普及。这些技术物理上都是允许的，工程上都有明确的发展路径，但时间表上，乐观估计是本世纪末到下一个世纪，悲观估计可能还要更长。而等到接近2级文明的时候，烧开水这个概念可能在教科书里作为历史被提到。就像今天我们说起水车推磨是一种已经过时了很久的技术一样。还有最后一件事值得说，我们前面说烧开水是在说热机的低效，但我们得承认，热机作为一种技术，在人类文明史上的贡献是不可磨灭的。工业革命的核心就是蒸汽机，也就是一种热机。蒸汽机把人类从纯粹依靠肌肉和风力水力的时代带进了工业化时代。没有热机，就没有今天的技术文明，就没有今天讨论这些问题的基础。热机的伟大不在于它效率有多高，而在于它把热能这种最容易获取的能量形式转化成了机械能和电能，开启了人类利用大规模能源的时代。我们现在觉得烧开水是一种落后的方式，是因为我们站在热机的肩膀上看到了更高效的可能性。这件事本身是科学进步的标志。每一代人都觉得自己用的技术已经够好了，但每一代人都被下一代人嫌弃。热机被嫌弃是因为物理定律设置了一个天花板，而人类已经把眼睛盯上了天花板以上的东西。这才是今天这个话题真正值得说的地方，不是烧开水有多土，而是人类已经开始认真地思考如何突破热力学定律给我们设置的这个上限，如何在宇宙尺度上获取和使用能量。这种思考本身就已经是一种文明跃升的信号。好，今天这期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李毅杂谈，我们下期再见。